這個一直是歷史上一個謎團。您父親也不是杂牌軍受排擠啊，也不是去台灣沒前途，而且好像也沒有什麼預謀，他就怎么就留下了呢？如果我母親跟我們都去台灣了，怎么着，我父親也不可能留下嘛。周总理不能早想啊，不到。其實按理說，如果是朋友，應該早商量。說大哥，你家屬的事兒、大嫂的事兒，我都不跟你商量，我自己就決定讓他們從南京來北平了。這個有點不太像好朋友吧？那他當時是一定覺得我父親絕對不會說 OK。對呀，這就是問題所在嘛。這蔣先脾氣不好，很喜歡罵人，可是從來沒有罵過我父親。留在北平都沒罵，沒有啊。其他的人都賣主求榮、寡廉鮮恥。我看過這個蔣先生的日記，在斯坦福罵了所有的人。虽然您覺得蔣先生跟您父親沒有談到過這個可能性，就是說，如果談不成，是不是留下一個親信？如果您父親沒留在北平，實際上蔣先生就沒有一個親信留在大陸。中間有過見面嗎？有一次在一個島上，是蔣經國代表去的，見了您父親。對，這個事兒現在已經可以解密了。這個100多期都是我一個人坐那兒跟大家。今天終於不是我一個人。從今天開始，我們要進入口述歷史的重要的採訪的環節。整個這節目的第一位採訪對象，給大家隆重介紹一下我的忘年交張素九張阿姨，也是我母親的朋友，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雖然是阿姨，但是我們倆一塊兒出生入死，到處去跑。張素九阿姨同時也是我們的張治中將軍的女兒，張家三大小姐。張治中，人稱和平將軍，黄埔系骨幹將領，蔣介石8大金剛之一，曾任蔣介石侍从室主任，并長期置身於國民黨最高決策層。抗日戰爭勝利後，歷任國民黨政府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同時，張治中又與毛澤東、周恩來、習仲勳等中共領導人交易深厚。毛澤東稱他是3到延安的好朋友。張治中第2次國共和談後留在大陸，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建國後，張治中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張素九是張治中将軍的女兒，現任中國僑聯海外顧問，是著名愛國僑胞領袖，同時擔任多個華人華僑團體的領導人。2015年9月2日，張素九獲頒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張將軍是國民黨方面留在大陸的最高級別的官員，也是國民黨方面留在大陸的在新中國職務最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人大副院長，還沒有其他的人能做到這個位置。所以這個事兒呢，其實在歷史上每次讀到這段的時候，都老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謎團啊，因為別人比如說你說傅作義，當然跟您也很熟啊，他不是蔣的嫡系啊，本來有矛盾，然後為了自己生存，就程潛跟您也很熟，住你家對門吧有一陣子，他也不是蔣的嫡系，那他也有各種各樣自己的考慮。這個您父親可是蔣的最最親信、最最信任的嫡系，做過蔣的侍從室主任，而且是統帥最精銳的中央軍的，要不然也做不了國共談判代表團的國方的團長。這個雙方談判，這邊團長是周恩來，這邊團長是您父親，談完了以後，這邊就直接留下了，這好像在歷史裡還很少見，所以這個一直是歷史上一個謎團，就是說。您父親也不是雜牌軍受排擠啊，也不是去台灣沒前途，地位各方面都很高，而且好像也沒有什麼預謀，他怎麼就留下了呢？就是說抗日戰爭以後吧，在抗日戰爭中間就有國共和談。要說起那時候，在我父親的積極的這個主張下，所以共產黨一部分軍隊叫八路軍、新四軍，那時候就是說已經編成了國軍了，一塊兒抗日。從那時候起呢，我父親就覺得應該全民抗日，國共呢應該不用再內戰了，而且應該对外对日本了。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反正我記得清楚，就是说国民党還是有點克扣這個八路軍、新四軍的這個饷啊，給他們的東西啊，有時候還是不是及時的。那時候就找我父親，我父親就說大家一塊抗日，那還是應該趕快供給啊這些。在那個時候呢，我父親就覺得應該國共就是聯合起來抗日吧，日本鬼子。那麼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了，我父親更覺得了8年抗戰，老百姓都很辛苦。那麼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呢，希望這個國共兩黨能夠就是說聯合起來建設新中國。他主要的想法呢是希望中國強盛。他也覺得這個抗日呢也是國共兩黨那個打的吧。開始正面戰場，國民黨比較多，後來那個在農村這些地方呢，共產黨起的作用比較大。可是總的來說，他認為既然是抗日戰爭勝利了，那應該合起來，一起建設新中國。所以呢，他就積極的這個跟蔣先生那個建議，應該是和談。可是從蔣先生來說呢，他那時候呢是有軍事的一手，和平的一手。他那個軍事的一手呢，就陳誠，以陳誠為主的這些人呢，是覺得我們國民黨那麼強大，我們這個不必談判，我們就說3個月就可以把共產黨消滅。後來說6個月消滅，後來說9個月消滅，可是也消滅不了啊。這時候呢，蔣先生就覺得呢，國民黨的軍隊需要調整一下，歇息一下，那麼就把這和平的一手就拿出來了。我父親是一直是跟他講應該是和談，開始他不太聽，可是到後來遇到這種情況嘛，那他就覺得哎，要不你去談去吧。3人停戰小組，3人小組那是前面的了，我知道，那是重慶談判。要說起重慶談判，那是抗日戰爭剛一勝利，是我父親到延安去接毛主席的，毛主席也到重慶簽了個重慶雙式協定。到重慶就住在您家裡。对，在我們家，因為周總理很細心，不太放心，就叫我父親去接毛主席。用父親親自去接。接完以後呢，省得飛機出事兒。对，有您夫人在飛機上，這飛機不會掉下來。然後呢，接下來和平談判嘛，那就是当然是蔣先生給安排，毛主席住在哪裡，安排好了。可是沒想到周總理呢跟我父親說，不想住在那個地方，就跟我父親說，是不是住在你家？我父親想，喲，要在我家，那我們就趕快搬吧。我父親就趕快搬到別處去了。我2個姐姐那時候是在念書，他們就住到學校了，就不回來了。你呢？我呢是小學，那我走不了。我們的小學就在我家旁邊，走路的距離，去，所以我就搬到跟那個工作人員住在一起了。那個整個樓空了，毛主席休息啊、吃飯吶、會客，很多人要會毛主席嘛，各種人都會嘛，都在那邊。那時候宋慶龄也去看過他，等等吧。那時候呢，我覺得也是，可能周總理想，我們家起碼沒有什麼東西吧，就是有人負責嘛，對，就是毛主席住在哪儿安全誰負責？那住在您家裡，就您父親負責的安全。他覺得就是說然後呢，我父親本來就2個排的這個保衛。多少時候換一次班，站崗就是在門口啊，前前后後站崗。可是後來呢，周總理又說呢，這個站崗不能用你的，說站崗用你的話，萬一出事的話，等於你負責。所以說又提出來，說站崗要用憲兵。那時候憲兵是什麼？反正是就是不是國家的。所以呢，我們家的這個站崗的人就全撤了，全變成國民黨派的憲兵來管。所以我覺得就周总理很細緻。他又考慮到毛主席的安全，又考慮到我父親的這個責任。我當時在院子裡頭，常常看到毛主席出來送客啊，有些人來見毛主席啊什麼的。那時候我念小學嘛，沒有人找你說你來竊聽一下，到底他們在說什麼？沒有，哪我那是小孩子，根本就沒人看上我。說實在的，我只是在院子裡，有時候娃娃下了學，在院子裡玩玩。毛主席見到我的時候，他倒知道我是我爸爸的女兒，所以也跟我很和藹，這樣跟我握手，還他手很大，我覺得跟我握握手。然後呢，我倒看他，一個是理髮，找人來理髮，我就在旁邊看他理髮，小孩子嘛，反正他也沒管。還有一次，那個就是說，很重要的一次呢，就是說，毛主席是接見很多記者，我父親特別讓我們的大管家，專門管毛主席。本來大管家是管底下的人，可是他很有經驗，讓大管家
親身來伺候毛主席，所以他是端茶給毛主席。重慶那時候一個碟，然後一個茶杯，還有一個蓋，就是那種四川嘛，那種樣的東西，他把茶送給毛主席，毛主席沒注意，手一弄，那茶就掉地了。結果他那肩膀上就有一個大毛巾，以前好像都是這樣，他很快把毛巾往底下一鋪，一手就全都抓掉了，連記者都沒來得及照相。要不然很尷尬。被照下來說毛主席慌了啊，茶杯打了。那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說毛主席這一點呢，記憶特別清。當然我們的大管家也是非常認真的，老好比給毛主席送吃飯的時候，他自己親自的遞了什麼的，那個碗呢、筷子啊怎麼消毒什麼的。這些我父親接毛主席的時候已經派了副官這個那個了解毛主席喜歡吃什麼，喜歡坐什麼椅子，喜歡躺什麼床，喜歡抽什麼煙，喜歡喝什麼酒，反正都了解好了。我父親是個非常細緻的人，他希望毛主席到重慶能夠符合他的習慣。後來不解放了嗎？我們父親在北京了嗎？我們也回北京了。毛主席就特別問我父親說：“那大管家在哪裡？”因為他還在南京嘛。後來就找了這個大管家，就給他了一個南京市政協委員。後來是不是成了江蘇省的政協委員？就这件事他能特別記得，還特別問你那大管家在哪？因為我們在北京，我們沒有把他帶過來嘛。北京那時候是一下就飛過來的嘛，那樣子。一下子飛過來也是一個重要的事情。這是我想問的，就是說，別人都是有預謀的，傅作義啊、程潛啦，大家都是談來談去啊，談各種條件啊。您父親不但沒預謀，連你們當時都還在南京，他留在北京的時候。對啊。他和平代表团，那個裡頭不是有很多人嗎？去北京談判嘛。那我們當然在南京等着了。我那時候在念書嘛，我是念初中，在明德女中。那時候就說大家也知道，好像這個形勢不太好，所以國民黨的官呢紛紛都逃難。那時候都逃難逃到台灣嘛。我母親不動，因為我父親沒來嘛。別人都說哎該走了該走了。有人讓你母親帶着你們去台灣？對呀，那時候不光是有人吶，我大哥就先到台灣去了。已經去台灣了啊，去台灣了。他給我父親準備啊，因為很多大官都去台灣了嘛，他就想萬一到台灣得有什麼住吧，得有車吧什麼的等等。我大哥已經去了，就給我父親說明沒有任何預謀。留在北京，那怎麼會呢？當時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就是去談判嘛，談判不成就回來嘛。我父親是希望談判能夠成，這樣，所以我父親花了很多勁談判。那時候開始的時候把蔣先生作為什麼第一戰犯，那我父親就是為了這個，絕對不能放在上面，所以最後也沒有了。然後呢，就是說分地區，你管什麼，他管什麼等等，很細。建聯合政府，搞一個政協，那時候叫舊政協吧，就希望開個政協會，聯合政府那個來做。我父親還是有這個就說西方的這種，他也仿到西方，好比美國不是兩黨制嘛，他就覺得中國為什麼不行呢？他說國民黨是大哥，大哥管不了這個國家，好像有點腐敗，大哥完，那麼二哥管有什麼不行呢？就說還是一家人嘛，都是中國人，他完全就認為都是中國人把小日本人打走了，但中國人應該建設。他到那個延安，看到這個就是共產黨很清廉，長官之間非常親密，所以他就覺得是不是大哥不行讓二哥管，他是這麼說的。但是他自己原來也沒打算留下陪着二哥一起。那當然了，他還是打算回来，然后会去台灣。那什麼原因？不是，只是說他一般是這麼想，可是他也覺得和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為他也了解蔣先生，也了解毛主席。可是呢，蔣先生讓他去談，既然是共產黨那邊同意談，那他就覺得我還是得去一趟，即便我覺得和談可能不能成功，可能要破裂，既然雙方同意談，那我還應該盡我最後的一個責任吧，去談一談。他當時是這麼想的，他是真的知道，覺得談的可能性很小，因為那時候嘛，大軍已經要渡江了嘛，這邊那個共產黨都在那等着了，就等着渡江了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是有這個思想準備，談不成的話，他自己倒是沒想去台灣，他是想去蘇聯。他是說呢，我要談不成的話呢，
又打起來了或者怎麼樣，那我作為和談的這個任務就完了。所以呢，也就想都不參加了。那時候也沒想到台灣會像後來這麼樣，他也沒有必要說我還去台灣再當官，就說他的歷史任務他覺得完成了。他當時的職務除了國共談判代表团国防团長，他還是西北軍政整安公署的長官。對啊，整個西北地區也是歸他，整個對，他都不想幹了。對啊，然後想去蘇聯。他當時是覺得到處去，因為美國也不能去嘛，那蘇聯不是跟中國是好朋友嘛，而且他跟蘇聯的那些都很好啊，就是最後他還跟蘇聯的那個在南京的那个代表還是什麼大使，大使叫什麼羅什麼，反正關係都挺好的。而且你知道嗎？他是西北五省的時候，那時候是兼新疆省主席，我也在啊。我那時候也是跟着他去新疆，在新疆的時候，那時候跟蘇聯的關係特別好。對，那時候沒有美國，全部是蘇聯勢力，所以朋友全部是蘇聯的。所以因為他在西北做這個新疆省主席，然後軍政長官公署長官，所以他跟蘇聯的關係處得很好。對，這個很 make sense， 因為新疆最後能留在中國版圖，跟後來大家博弈跟蘇聯，其實二戰結束的時候，蘇聯已經佔了很多新疆的地方，是有很大的關係。可是我父親把新疆保護下來，起了很大作用啊。這是民族英雄啊，就是啊。那時候新疆那個三軍已經要打到迪化了，就是烏魯木齊嘛，已經打到迪化了。那我父親就三軍的那些頭都請來談判。我就覺得不斷的在談判，而且呢，跟蘇聯的關係，他覺得這些人是蘇聯有點支持的，都是背後都是蘇聯嘛。所以那時候開大 party，你知道嗎？都200人的大 party，請蘇聯人來，反正就是跟蘇聯也不斷的在談。說到這個三軍呢，跟大家來稍微解釋兩句。新疆呢，很長時間，從北洋之後一直到差不多抗戰結束吧，盛世才統治了新疆很多年。你說他是個獨裁者吧，他還一會兒投靠國民黨，一會兒投靠共產黨，一會兒投靠蘇聯等等吧。所以西路軍曾經到了新疆的時候最後那幾百人被營救過，然後那個時候他跟共產黨還是蜜月期結果導致共產黨就信了他，最後駐新疆的辦事處迪化的又被他包圍，結果殺了毛澤東的兄弟毛澤民以及陳潭秋等等，這都是中共最早的老一代領導人就都被他殺了，而且他屠殺各族人民。這個人是一個極其反覆無常、性格極其殘暴的一個人，當然最後居然還跑到台灣去了，這就不多說了。總而言之一方面是因為盛世才殘暴大家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呢，這個蘇聯呢一直企圖在新疆搞點什麼這個新疆的問題比較複雜其中也包括了清末割讓大片土地，準噶爾湖這塊土地給到沙俄的時候，那等於是把原來的一塊地方的一個民族就割開了，所以在蘇聯境內也有很多這個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塔吉克族，跟這邊呢很多都是又是親戚又是同族，所以他們有很多來往這來往導致了當新疆生活不好的時候，就有很多人願意往蘇聯跑。那蘇聯就也認為，尤其是蘇聯的這一塊地方的人認為伊犁也是他們的認為這都是他們同宗同族的當然還有一部分人要獨立的所以這個非常錯綜複雜的新疆的情況所以統治新疆是非常不容易的。為什麼讓張治中最後去？因為他老成持重。在盛世才在的時候，三區革命就是搞起來了，就是伊犁地區的阿爾泰地區的、塔城地區的叫三區革命。這個蘇聯支持三區革命，導致它壯大的很厲害。蘇聯是很想把伊犁這一塊弄到蘇聯去。這個時候在蘇聯的支持下，三區革命裡面錯綜複雜的關係居然還出現了泛伊斯蘭主義突厥主義。本來是起義，現在打出了東突的旗號，這個對新疆的傷害是非常的大。無論是最後能被蘇聯搶走一半，還是東突組織這個佔據一塊地方，這都是中華民族的損失。所以張治中是花了很大的力氣，多次到新疆去，因為他是西北行營主任嘛，他也兼着新疆省主席，所以在他的非常非常高明的、非常非常誠懇的談判下同時讓蘇聯知難而退，也同時堅定的
這個粉碎了東突的圖謀。本來東突說我們是東突這共和國和你們中華民国談判，張治中說我堅決不可以，然後用蘇聯各方面壓他们，說我是中央代表，你是民族代表，我們成立民族聯合政府可以，但是絕對不是東突跟中華民國談判，堅決不可以。所以張治中又一次當了民族英雄，因為他成功的從蘇聯跟這個東突這個手裡保住了新疆，保在中國版圖裡，而且這個張治中在新疆期間還成功的把盛世才關押在烏魯木齊監獄裡的中共人員把他們全給放出來了，而且安全護送他們到了延安。他當然用他的一些想法吧，也還是很成功的。他很成功的把新疆保住了。哎，对，这个非常成功。他能够把新疆保住了，而且最后他还说服了就是三军的那个头头阿赫迈提江，能夠到北京去見毛主席。那是後來了。我想想看，那大概是後來是他讓給陶峙業寫信，讓陶峙業起義了。那是已經他留在北京之後。那是留在北京之後了。本來要去蘇聯談判不成，對，怎麼最後就留在了北京？那是這個原因，不是在北京談判嘛？談判那時候最後談到。總得簽個約嘛，簽的這個8條24款的約，把這個約呢拿到這個南京去，可是南京政府不同意，那時候是李宗仁了，那李宗仁跟何應欽他們大概也做不了主，反正他們就覺得，這個是個投降的協議，他們就不能簽，不能簽，而且呢就是怕這個我父親他們這個代表團會簽，所以就宣布不承認和平代表團了，就是說。這樣的話，就你萬一簽，你也不屬於。這時候，我父親就覺得，和談失敗了嘛，所以他就覺得他應該回去。周總理就說呢，這次和平破裂了，那我們大軍就要渡江了。可是渡江以後可以再談。他就希望和平代表團別走，還有大片的大概中國的土地，半壁江山還在國民黨手裡，還在他手裡，所以他們就覺得還可以再談。所以當時和平代表團也不少人留下的，這樣像邵力子啊。但主要是你父親留下了嘛，團長留下了，大家就都留下了嘛。如果他堅持走，對啊，就不一樣。都留下了嘛，大家當時還是有一個幻想，就是說也有可能，因為大比江山嘛，整個新疆嘛，我父親管新疆都還是沒什麼嘛，所以呢就覺得，就大軍渡江了，完了可以再談。開始他們是覺得已經這個和談完成了，那我們就要走了。國民黨已經派飛機來接和平代表團了。那時候我母親不是在南京等着嗎？說我父親沒回來啊，等父親回來啊。後來那個蔣緯國就派人來說呢，說代表團不會回南京了，代表團會直接回上海。OK，因為他想大軍渡江了嘛，所以我母親才坐了他的飛機。他那時候是最後的一架飛機，我在學校上課呢，把我喊回家，說馬上上飛機。所以呢，那時候就上飛機了。上飛機呢，就到了上海了。到上海呢，我那時候大哥在上海。不，大哥已經從台灣回上海。沒有，大哥在台灣。大嫂在上海，他還沒回上海呢，他還在台灣。一方面可能為我父親準備，一方面他也想做生意。他是一個生意人，他就想這麼多人都去台灣了，他是做汽車生意的，這麼多人到那兒都得買車嘛，等等，他也是這個原因，我猜想這樣。只有大嫂在，可是他有家在上海，我們都沒來得及通知我的大嫂來接我們。我覺得那架飛機超重，我就覺得很難受。我小時候身體不是特別好，比較瘦。然後呢，就覺得不太舒服。可是我記得就是飛機很重，很多人。都誰在那架飛機上？除了我媽媽，我還有其他的一些人，我也不太認識，反正是也有他的很重要的一些人吧。蔣緯國沒在那架。蔣緯國在。蔣緯國也在那架飛機。對，就是他在，我就知道他。他呢，他等於說收拾他所有最後。蔣緯國帥嗎？帥，他是蠻帥的。要擱今天就是大偶像。反正他挺帥的，然後他也對我母親喊張伯母嘛，當然這也很客氣。我想他是把最後的重要的人弄完了就走了這樣。我就說我們都沒來及通知我大嫂來接我們，所以到了上海飛機場，結果呢是蔣緯國的太太接他的，開了一個是黑的，奔是黑的什麼車，反正是那個來接他。我們家沒人接，所以蔣緯國就說張伯母你坐我的車，所以呢就等於說。我們坐的這個蔣緯國的車，把我們送到我大嫂家。蔣緯國呢，跟他太太呢，就跟他夫人，就坐的軍用車。我看他們上的車，後面很多兵，
可能飛機場上是不是也有這些人，等等吧，他就坐了他們那個大卡車，前面那個走的，就說明我媽，因為我小，我也沒管，就說我們根本没來及，我大嫂才哎呦知道我們來了，就說明沒有任何預謀家裡那個你老说預謀，哪裡知道呀，根本就不知道。電話都沒來及打，然後第二天就說有一架飛機去蘭州，副官就說要不要去蘭州，他們覺得好像蘭州也是個大後方，是我們的家，以後說不定我父親會回蘭州。可是那時候呢，我身體特別不舒服，我覺得我實在不能再坐飛機了，實在受不了。結果我母親說：“那我們就不去了吧，我們就不坐這架飛機了吧。”這樣就沒去，就沒上這飛機。如果我母親說我們上這飛機，太壞了，哎，到蘭州那西北五馬、胡宗南什麼都在那邊了。當時那當然也難說了，這歷史。当然都是您父親的部下。对。可是我母親呢，她雖然是沒念過書，不識字，可是我覺得她還是很懂道理。我覺得她的心裡可能還是想先見了我爸爸再說，急什麼呢？而且他跟那個鄧穎超也是好朋友啊，那個不是在重慶的時候嘛，对，鄧穎超也常常看看他。就我父親剛去新疆的時候，周總理跟鄧穎超都到我們家來，還給我母親送衣服的絲綢，每次都給我母親送點東西什麼的。所以我母親的印象裡頭都是朋友嘛，所以他也沒着急，我想是這個原因，就沒走。後來呢，那天完了，因為沒走了，那天早上6點多鐘來電話了，說有一架飛機飛北平，讓我母親呢上那架飛機。我母親一想，反正北平是見我爸，所以呢就什麼也沒問，就喊我們趕快爬起來，趕快就上機場。那時候是我嫂嫂送的，我嫂嫂的車開我們去的，大家早上嘁哩呱啦。我還記得我嫂嫂不是很講究的嘛，她的玻璃絲襪都沒來及穿，她就擱在車旁邊了，就想趕快走吧。這樣我的印象看到襪子還在旁邊呢，就把我們送到機場了。但是你媽媽也沒問說去北平啊怎麼回事啊，也不是那时候如果萬一被騙了，到了北平，然後全都給關一塊了，那也就關一塊了。不是，不是，我母親絕對沒這想法，因為她的思想裡頭，毛主席、周總理等等，都是很 nice， 都是好朋友。他就人的感覺，我就說他不是搞政治的人，他就相信我先生在哪裡，我就會到哪裡。而且他覺得毛主席、周總理在重慶的時候，我父親啊，我母親也對他們特別好，這樣那個尤其像那時候毛主席來的時候，那個江青，都是知道他是文藝工作者嘛，我父親特別找所有的文藝工作者演出，因為我父親也了解他是做過什麼的，都給他演出啊，對他也非常的重視，而且對他喜歡什麼呀，也盡量的。江青重慶他妈说跟着毛去了重慶是嗎？啊，对，到機場那時候不是機場那個大廳裡頭人很多，很多國民黨的人在坐飛機預備那時候叫逃難吧，逃到哪兒？我各種地方大概很多是去那個台灣的，就看到我母親那時候的交通部長問我母親說：“哎，你怎麼來了？上哪兒去？”我母親說：“去蘭州。”你母親好聰明，我就覺得她真是很聰明。因為當時和平部隊已經渡江在打仗。對呀，這時候說飛北平，那不是等於就是對呀。我就覺得我母親真是非常的智慧。你別，所以我很崇拜。現在有人說什麼農民什麼的，可是我母親一生就是農民，她從小就是種地的。但是識大體，她還是識大體。她就說我們去蘭州，她說不，今天沒有蘭州的飛機，她說你回去吧，她說你別着急，我們已經派飛機去接這個我父親了。她以為飛機開了，已經飛機就為了等我們，還沒開。就是說去北京接您父親那飛機，那飛機偷偷摸摸把您全家給塞上去了。對了，就是停了，就沒有馬上開，臨時通知我們，讓我們趕快上飛機。這也是那個上海市那個航空局啊、航空什麼的主任，是鄧四章，他呢是我父親的好朋友，這樣他接到的通知。後來呢，我們在北京見到他了，他是說他接到通知說讓他趕快通知我們上那架飛機，告訴他飛機別走，因為他是民航啊，那時候是民航，不是軍用，所以他就管了那飛機了。他就說這是我朋友，我不能不坐，這樣。後來把我們送走以後，他給被關了，
關了好幾個小時，24小時還是48小時。那當然了，這麼重要的人物最後送到北平敵方去了。对啊，也把他關了。他是地下黨嗎？他不是地下黨，他不是地下黨。哎，他就作為朋友吧，過去也很講朋友吧，而且也許他很識大體這樣等等。後來當然也沒辦法，也就放了。放了以後他起義了。那個大起義，他到了廣州，他帶了15架飛機，多少飛架？著名的大起義，著名的大起義，從香港吧，最後飞。香港不知道哪飛去的，从飞回来。兩航起義稍微補充一句啊，那是一次震動兩岸的大起義啊，因為那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但是國民黨掌握着中央政府嘛，所以中國航空公司跟中央航空公司的大批的客機啊是撤到了香港，而且在他們的總經理的，當然也有地下黨啊等等啊，這個12架飛機。啊，在1949年11月9號的時候，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然後脫離了塔台視線後，突然掉頭向北京、天津方向飛去。除了一架降落在北京，其餘11架全部降落在天津，就震驚中外。啊，這個因為對新中國，無論是士氣也好，還是真實的幫助也好，你想沒有兩航起義，中國當時都沒有幾架飛機。兩航起義的領導人啊，當然咱們這位。幫助張治中全家去北京的，所以也參加了兩航起義，但是最重要的領導人是劉靜怡跟陳卓林兩位總經理。大家知道這個兩航起義有多重要啊！這個飛到北京七郊機場的時候，歡迎的有空軍司令劉亞樓上將，當時還不是上將，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李克農其實就是領導大量的白區地下工作，這個大家都知道。空軍參謀長王炳章。周總理的辦公室副主任羅清昌，羅清昌是長期擔任周總理秘書，後來做了中調部部長。這麼大批的人到機場迎接，然後是由周總理在北京飯店親自宴請劉靜怡、陳卓林。不但是飛機啊，還有人吶，你光有飛機沒人開不會啊。新中國太缺乏這些人才，所以他們的起義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飛過去以後，我就記得他就到了北平嘛。到我們家嘛，去看我父親嘛，才講過去的事情。我們哪知道他被關了，他才說送走以後，又找他麻煩，跟他講這個那個，最後把他關了。所以這個事兒我覺得很蹊蹺，就是有人通知那上海民航的人說送你們上飛機，但是通知的人不是您父親。當然了，我父親哪知道？我父親，您父親也沒有提出這個要求，說把你們送到北平去。那當然了。所以我就覺得這中間最有意思的過程。不，那我想周總理是這樣想嘛？如果我母親跟我們都去台灣了，那怎麼着，我父親也不可能留下嘛。可能是。所以等於用了這個計策，等於強行的讓您父親留下了。因為要不然的話，會跟您父親說留下來把大嫂接來吧，那就您父親會給那人打電話。但您父親完全都不知道，當然不知道。周總理就安排你們去了北平，因為是不是能去北平？那周总理原來也不知道呀。你想，但是这并不是您父親的意願對，而是周總理。我父親沒想到，而且周總理當然也不可能早說了，因為這個安排還層層的嘛，得找人，得讓我們上飛機，在青島還加次油。那這加油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人泄露，我們還吃了一頓飯，也沒有人說這個事情，所以一直要。說到了，周總理才知道這事辦成了。因為他原來也很難預計嘛，是吧？你一個一個在想，肯定有很多地下黨啊，什麼呀，反正在做很多事情。完說到了，那周總理才敢跟我父親講。周總理不能早講啊，這樣，因為不到。其實按理說，如果是朋友，應該早商量。不會，是吧？說大哥，你家屬的事兒、大嫂的事兒，我都不跟你商量，我自己就決定讓他們從南京來北平了。這個有點不太像好朋友吧？不是啊，他怎麼能夠確定他真的能把我們弄到北京呢？那他不是首先他要確定您父親要不要你們去北平啊？那他當時是一定覺得我父親絕對不會說 OK。對呀，這就是問題所在嘛。您父親肯定不會說 OK，絕對不會說 OK。說父親一直講，我這歷史任務完成了，而且從我父親覺得他這一生的歷史完成了，因為他一直是希望國共那個怎麼樣怎麼樣，整個人的歷史使命完成。他覺得他的這個歷史使命完成了，所以他就要走了。哎，所以他要走了。所以這個實際上並不是您父親的意願，是周總理把你們給弄到了北平，然後您父親也沒辦法了。那也不能，我是不是這樣講？這樣，那個我父親呢，就說後來呢，當然是毛主席也跟我父親那個就是講，大勢已去，好比說國民黨都在台灣的小島上，就說整個大片的中國呢，還是
需要我父親來那個，就是說能夠建設中國，少打仗。我父親是從哪想的呢？他不是西北五省嘛？如果他走了以後，那就是共產黨打這西北五省，那還得多少人？包括馬家的，包括陶世岳的，那都得打呀。我父親都是從這兒來想，你鬧了半天不是要打嗎？所以他就覺得還是應該和平解放。這樣就他的想法就是說，都是中國人，你大哥做不了，二哥做，可是你。大家都在不要打，死的都是中国人。这些想法当然都没問題，大家也都了解。您父親一直就是解放戰爭中，您父親沒開過一槍。對呀，是吧？沒開過一槍，就是抗日的時候最英勇，2次淞滬戰役的總指揮。對，這個32年一次，37年一次最英勇。然後內戰的時候沒開一槍。為人又清廉又愛着國家，這都沒問題，大家都同意。但是如果當時您和母親你們沒有去北平，您父親還是會離開北平，到上海或者到台灣。我覺得會。對。我覺得會，我覺得一定會。因為他不可能一個人留下嘛。我父親跟母親是指腹為婚的。那個我父親19，我母親17，就結婚了，厮守一輩子。那我們家就一個母親，這個也是很重要的。我父親很重視這個家庭，你說對不對？如果有一對姨太太，就姨太太1、2、3、4、5，那就算了，我丟掉一個，我再來一個。所以你要問我這個問題，我是覺得，如果我母親跟我們家的孩子，都好比說到了台灣，那他不可能留在大陸。我是覺得肯定是這樣。您大哥最後也回到北平了？沒有，大哥呢，一直在台灣。就49年分開以後。81年到美國來以後，他82年從台灣，到美國來，40多年以後第一次見，因為他留在台灣，我父親留北京了嘛，他就上了黑名單了。主要他上了黑名單了，就走不了了。走不了，有2個大船公司給保險，說絕對不讓他走，不但不讓他走，他的孩子都不能到美國來念書。所以他2個女兒就很快就隨便就嫁了人了。他們才到美國來了。後來呢，老蔣去世以後，小蔣就鬆動了。大哥第一次能夠讓他去美國。那您父親母親肯定很想念這大哥。對啊。然後呢，一直到我父親過世，紀念我父親100周年，才第一次回來，第一次到北京。那時候周總理已經不在了。鄧穎超接見他，而且那時候鄧穎超跟他講，希望他做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我哥哥挺聽的。一說做文化交流，他回到台灣，然後就想做什麼呢？後來一想，京劇最好，說台灣人非常想念。他不是有京劇啊，有話劇啊，有舞蹈。他說還是京劇老人最什麼。所以第一次是梅葆玖去的，北京京劇團了，還有中國京劇團了，組織一個到台灣去演。非常轟動。那你跟你大哥30多年以後都沒見，在美國40多年，在美國第一次見的時候還認得出來嗎？這一次還認得出來。什麼時候認不出來呢？就是抗日戰爭以後，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的時候，我是小學1、2年級，他就走掉了，在美國學習。我父親幾次喊他回來也沒回來。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他才回來的。回來的時候就帶了嫂子，他在美國結的婚，還生了個兒子。可是他那時候我就覺得很滑稽，他認不得我了。他說這小孩是誰？我還挺生氣。他說這小孩是誰？小孩就長得很快嘛。可是，在49年離開的時候，那我已經不小了。所以到這邊見面的時候，反正也知道了，就說見面了。那您父親這麼多年，他跟台灣一直有管道，能溝通，沒有想過跟老蔣說一聲，說蔣先生把我兒子放過來吧？我父親不太愛管兒子的事情，他不太搞這種裙帶關係，他不太想牽涉這種事情。而且在這個複雜的地方也很敏感。不，因為我大哥不是本來做生意做得非常好嘛，金飯碗，說是給台灣的這些人買汽車，大家都去嘛，不但買汽車，還買救火車什麼的，這些生意非常好。可是後來呢，上了黑名單了，他就不能離開台灣了。因為這些公司吧，你都得到時候來，你歐洲的、美國的，你怎麼着你也訂貨，你得來。結果人家一聽你來不了，這個金飯碗就讓別人拿走了。所以他那時候有一陣生活很困難。可是我媽媽跟我說呢，她放心的是什麼呢？因為我嫂嫂的娘家有錢，那我媽媽心裡這麼想說，
還不至於，因為嫂嫂家裡怎麼也可以支持他們的生活吧。那时候他們確實很中間也沒辦法通信。有從那個台灣過來，沒講這種生活了，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那時候還是有一陣很困難的。我那個大哥的女兒說，他們眼看着人家把他們家的東西都搬走，什麼這個那個的，什麼等等。所以貴為像您父親這個級別的，也要骨肉分離，那時候也沒辦法，那沒辦法，歷史就是這樣。對呀，可是就是他們的孩子的結婚照片都發過来。所以说，普通老百姓其實是隔絕的，沒有任何通信。可是你要通過香港，是不是有的人也能？那很少，也只有像您這種家庭才。因為大概是朋友吧，反正有香港過來的，也有他們把照片，美國他們也有朋友嘛，從美國回來的等等。反正那時候我看到他們的照片，那時候爸爸已經過世了，我大哥的大女兒就我大侄女，她生了第一個兒子，還把第一個兒子照片拿來了。我母親呢？特別想念，因為到底是長子長孫。我父親是軍人，他想的是大事情，而且他也懂得怎麼處在這個環境裡，因為大家其實在這個環境裡都有多多少少。对，作為一個母親嘛，你想，母親是不管的，很惦記，常常有人來都把那照片給人看看，說在哪裡在哪裡。就是可惜我母親沒有機會見到我大哥，就這很遺憾。我母親還心想是不是能夠到台灣，是不是他們可以到這邊來，總希望見一面。因為我母親也是鄉下人出身嘛，所以不用鄉下人，誰家的母親受多少教育，她也是母親。對呀，她一直很惦記我大哥。反正這些閒話了都是這樣。這不是閒話，我覺得這是我們民族的山之上國有商嘛。那時候千萬家庭那麼分離。1948年秋至1949年初，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奠定了解放戰爭的勝局。國民黨內外交困，蔣介石被迫下野，退居老家溪口。代總統李宗仁上台，派出以張治中為首的和平代表團北上與中國共產黨談判。臨去北平之前，張治中據溪口見到了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兩人單獨密談1小時，內容從無第三人知曉。究竟二人的密談是否直接影響到和談結果？張治中最後留在大陸，又是不是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呢？所以實際上，第一不是您父親主動想留在北平，第二也不是蔣先生安排他留下。那當然了，这您父親不是去北平之前，雖然那時候代總統李宗仁什麼這那，但是實際上您父親還是去了溪口。對呀，因為您父親只忠於蔣先生的，是的，肯定不可能忠於李宗仁他們那個政府。是的。那您覺得蔣先生跟您父親沒有談到過這個可能性，就是說，如果談不成，是不是留下一個親信？如果您父親沒留在北平，實際上蔣先生就沒有一個親信留在大陸。不，這個問題呢，就有人真的有不同的看法。因為那時候最後我父親跟蔣先生兩個人談的時候，在上面談，只有2個人，沒有一個第3個人，他們在底下的人都在守衛，所以並不知道他們談的是什麼。有一個叫什麼，他現在還在這邊，他是底下是保衛的人，他後來呢，到了台灣，他就覺得很奇怪，這蔣先生脾氣不好。很喜歡罵人，可是從來沒有罵過我父親。留在北平都沒罵，沒有啊。其他的人都賣主求榮、寡廉鮮恥。我看過這個蔣先生的日記，在 Stanford，罵了所有的人，就是沒罵您。對啊，你真的哈。他們告訴我，我倒沒看日記，可是他們在台灣覺得這樣那樣那樣，可是覺得很奇怪。台灣的歷史書裡面也是罵傅作義、賣主求榮，罵所有留在大陸。那當然了，就沒有說過您父親，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就會天然的認為說這裡面是有默契的。黃埔系的中央軍，除了您父親這麼高高在上，其他人說實在起義的也很少，只有到最後到湖南不行了，才有那麼一點點陳明仁什麼，那都地位比您父親低太多了。在東北的時候，在北平的時候，這都沒有人起義的。包括這個鄭洞國他們在長春，那這最後他就算他起義了。那是咱們說算他起義，他說我沒起義，不能算我起義。鄭洞國當時應該算是被起義啊，因為他那個位置很痛苦，既不想起義，可是也不想長春人民在圍城下
餓死那麼多人。其實最後是在他的部下的裹挟下放下了武器投诚啊，但是那個時候就算他起义，因为那时候早嘛，希望他的起义能影響更多人，但是沒有獲得應有的起義將領的解放後的待遇吧，只做了水利部的參使，其實就是閒職吧。如果他算是真的起義，他應該被評上將至少中將吧，55年。所以鄭洞國這個事兒比較特殊。所以黃埔系的這個蔣先生的嫡系，您父親這個舉動，大家肯定會想很多。當然了，有人會想說是共產黨逼的，因為把你們全家都給弄到北平去。有人會說這是蔣先生的意思，就是說留一個人，雙方都信得過的人，大家能還有的談。但後來事實上談了嗎？談啊，不停的談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停，這樣。就中間您父親還是負責溝通，對，兩邊。他有一個台办，我父親主任吧，周总理是最主要的，一直在聯絡。那時候兩岸還是蔣先生在做嘛，蔣先生也覺得是一個中國嘛，那就是說這邊呢一直也在談，那個不斷的相互送東西，就還是有管道的。有管道，香港就有管道嘛，這種人還是有的呀。那個，因為我父親也知道蔣先喜歡什麼，所以他不是到了台灣了嘛，那大陸的這些東西都不斷的給那個台灣送過去。我父親跟周總理講嘛，周總理就幫着去辦嘛。就是您父親替蔣先生跟周總理安排說，蔣先生這些東西應該給他操辦好，我來給送去。然後再通過管道送到台灣去。哎，對呀，一直保持這個很好的關係。對呀，對呀。中間有過見面嗎？有一次在一個島上，可是說是蔣經國代表去的，見了您父親。對，這個事兒現在已經可以解密了。可以解密了。對，這個可是好像外面登了吧？大新聞有看到一兩個地方有提到說那個羅欽常，周總理的秘書，可惜他現在不在。那時候他寫了一篇東西，還有我看到那個開船的船長寫了一篇東西，就是秘密的把您父親運到了那個西沙的一個島啊，見了蔣經國。對，還有周總理也去了，周總理也去了，說明留下的這個給雙方有一個緩衝的餘地，有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留下，這個還是成立的，因為他確實起到了這麼重要的作用。如果您父親沒留下，你想靠傅作義、什麼程潛這些雜牌，那不行，怎麼可能去見蔣經國去呢？那去見蔣经國把蔣经國抓了怎麼辦？在西沙島上，因為那個雙方都很相信我父親，還是我父親呢？實際上就是覺得這個老百姓大家應該建設新中國，這個而且呢，他也希望這個就是說國民黨那個就是和在蔣先生就是最後也能夠有一個好的歸宿吧，因為他還是很忠於蔣先生的。那當然了，蔣先生對他恩重如山啊，那是蔣先生。可是他對蔣先生的個人，他也是覺得很好啊。是蔣先生在抗日戰爭中間。那個搞新生活運動，還黃埔軍校，裡頭有幾個口號，也是勤儉啊什麼等等這些。那我父親也是這種人啊，我父親很律己的，穿衣服都是軍人啊。然後他覺得蔣先生也是這樣的，蔣先生也很樸素的。其實整個黃埔系中央軍沒有那麼腐敗。說娶一大堆姨太太，這都是軍閥，四川軍閥什麼哪軍閥，這張作霖娶一大堆姨太太。這個黃埔系的蔣先生身邊這幫人，包括您父親，對，包括陳誠，对，陳誠也是，這些人都是一個老婆，對。然後還有白崇禧，對，蔣也雖然不是黃埔系，但是人也是也還。軍閥們那是另外那另外，這不能混在一起。黃埔系那時候就是非常愛國的，那時候正好是抗日戰爭嘛，所以我覺得黃埔軍校出來的人真是出生入死的大日本人。那当然，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有很多朋友，他的什麼爺爺、他的外公什麼的，那時候怎麼抗日，怎麼什麼的，無數将領戰死在戰場上。对，真正去當偽軍的黄埔系是很少，那是很少，大概只有一兩個旅級軍官。真的。對，再往上的都沒有。對，就是去在日本抗日戰爭時期去做偽軍的黃埔系也很少。很少。這個解放戰爭期間就真正說起義了的黃埔軍人也很少，包括傅作義那時候也是。在北平的那些中央軍黃埔系最後都飛回南京去了。對。然後傅作義您見過
很多次。很多次啊。他是个什麼樣的人呢？我的印象，我覺得傅作義那傅伯伯人很好，很溫和，很實在。我覺得他還甚至很老實，不是誇誇其談的人。但是你覺得他很快樂嗎？後來？那我就不曉得了，因為那個傅伯母人也挺好的。他們的幾個孩子，其中也有跟我同學的。那個時候，就說我父親不是到北平嘛，什麼東西都沒帶嘛，也受到很好的招待。那麼我父親覺得應該請一下共產黨的這些人，謝謝他們的招待。我不知道怎麼想的吧，可是我父親沒帶錢呢，就找傅作義借的，找傅作義借了500大洋是多少錢，然後就是說招待大家的，因為他不是就是和平代表團就飛過來的嘛，我母親不是我們趕快上飛機嘛，所以那時候就是這樣的。那你們家後來這些細軟什麼也都沒帶？沒有啊，就這麼來北平了。後來還了傅作義錢了嗎？那500大洋？我就不曉得還了沒有。我還是說借的時候，後來大概周總理知道了以後，大概是不是周總理給還的還是什麼？因為我父親反正也沒錢，也沒錢，一直都兩袖清風。也許是周總理還的，也許傅作義不要了。傅作義也不能要了，因為建國以後，您父親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黨和外領導人，傅作義只弄到了一個水利部長。水利部長後來是政協了。反正那個傅作義跟我父親也是好朋友，我覺得也還不錯。您父親後來建國以後，身邊的這個朋友圈子，還是主要是國民黨時期的那些高級將領嗎？不是，他還是跟那個彭真啊，于新清啊，就是說，因為這些人跟他比較近，建國10周年以後，不是我父親就一直在跟那個周總理說，你就關押的這麼多人，給他放了吧，哎，給他放了吧，就尤其10周年了，因為大勢已去，你說出來又會怎麼樣呢？那麼我父親當然為這些人在講話了，那麼周總理最後也是同意了，就10周年的時候，把所有的國民黨的這個軍官全放了。不是所有的，第一批大帥。第一批大帥，對，就是杜聿明，然後黃什麼，黃維沒放，黃維放，黃維一直關到75年。真的、啊？因為黃維是最頑抗的那種啊、哦，真的。黃維在裡邊一語不發，然後在裡邊發明永動機，所以堅決不放黃維。王耀武什麼這些都放。我有10幾個還是20個？對，第一次。最高的那一級的大部分人，就都放了。有張照片，就說放出來以後，父親請他們到頤和園去吃飯，有張合照，那時候我母親也在合照裡頭。大家見面肯定很唏噓。說當年都是您父親的黃埔軍校學生，對，然後都喊老師，對啊，最後失敗了啊。其實張治中在文革開始的時候也受到很大衝擊啊，這個家裡也被抄家呀，等等等等，但是後來被周恩來保護起來了啊。周恩來當時保護了相當多的，但是他力所能及能保護的人吧。張治中還算在文革中間得以善終吧，但是好多其他的人就沒那麼幸運了啊，就包括當時跟着張治中到北平參加和平代表團這個國方的團員，其中有黃紹竑，黃紹竑是桂系3傑之一，號稱李白黃，就是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然後也留在了北平，也留在了國內。啊，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是被迫害的忍無可忍吧，啊，最後是到李宗仁家去看望了一下李宗仁，當天就自殺身亡了。就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啊，就沒有那麼的幸運。傅作義當然就比較抑鬱了啊，因為傅作義是背負着降將的罵名，然後啊，對部下、對長官、對各方面就有很多很多的糾結啊，然後到文革的時候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啊，尤其是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傅冬菊當年是中共地下黨員啊，上學的時候啊加入了中共，然後被派回父親身邊啊，就是因為傅冬菊的各種各樣的努力吧，導致傅作義是戰也不能戰，是和又非常痛苦啊。當時因為傅冬菊把大量的機密情報啊送給中共，導致傅作義怎麼打怎麼不行啊，導致在平津戰役期間，這個經常自己打自己耳光，以頭撞牆，搖火柴頭想自殺
但是副總局做了這麼大的貢獻，尤其是促成了父親的这個最後的北平的和平解放。但是文革期間，副總局也沒逃了，作為這個反黨的階級異己分子，受到殘酷的批鬥。中間副總局實在受不了了，帶着兒子去看望他爸爸傅作義。傅作義看着他，最後沉默良久，跟他說：“从今以後你不要再來了。”那個時候的政治殘酷真的是父女也沒辦法。副總局晚景很淒涼啊，貧病交加。傅作義的弟弟傅作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水利系的博士。傅作義後來建國以後不是當了水利部長嗎？於是寫信把他弟弟也叫回國了，說你回國來報效祖國吧。傅作公就從美國歸來，到甘肅去任職水利的工作。57年反右的時候，傅作公就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了公職，最後餓死於勞教的加邊溝農場。傅作義得知死訊後，老淚縱橫，但是也沒有任何辦法。傅作義最親信的部將陳長捷，也是天津戰役的時候的國民黨軍總指揮。被關了10年之後，59年特赦出來，但是到了66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是遭殘酷迫害，然後天天被批鬥牛鬼蛇神最後實在承受不住，用菜刀杀妻之後自刎而死。據說死的时候還是站着的，下場極為悲慘。和談不是破裂嗎？我們就不是到了北平了嗎？那留下了，那時候我父親心情是確實是很憂鬱，所以每天就帶着我們遊山玩水，就是在北京去頤和園去北海，這個地方那個地方都去看一看。有時候他心情有點什麼的時候，他就喜歡登高，在空氣裡頭，在什麼裡頭散散心什麼的，再想想怎麼弄什麼的。那一陣兒是確實是，那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成立呢，還沒成立。那時候不是才4月底去的嗎？所以在成立中間這一階段到底是怎麼弄？當然也不斷在開會了，說要開一個政協。我父親本來是說舊政協沒開成嘛，所以就等於開個新政協。可是，在新政協開的時候，最好的一個消息就是新疆和平解放。所以這一段時間我父親也是在做這些工作，因為我父親就是覺得，就是說已經大勢已去了，就不要再打了，打來打去也是中國人，所以呢，他就跟那邊不是陶世岳，還有誰啊？包尔汉。包尔漢。包爾漢是主席吧？陶世岳是我父親一手提拔起来的。這樣。当然了。那个。陶世岳也是上将啊。对。因为我父親去視察新疆的時候，就發現陶世岳跟別人不一樣，所以就把他提拔上。這個真對了，如果沒陶世岳，新疆那時候也不容易。是，不光是和平解放不容易，那邊還蘇聯在那兒，對，那個蠢蠢欲動。可是，我父親一手培養的陶世岳，所以陶世岳還是很尊重我父親的意見。我父親說什麼嘛，他們可是那時候也不容易。不容易，傅作義也不容易，到绥遠去弄和平解放。對，您父親也不容易到那邊，而且關鍵是那時候還得背着各種各樣的那種糾結。不，那時候不是你和平解放得這樣，就解放軍這邊得接收啊，那對不對？你怎麼叫和平解放呢？那邊得有人來接收，這邊就算我就放棄了，這才叫和平解放。你解放軍過不來也不行啊，然後中間還有各種樣的事情了。新疆和平解放以後，心情好起來了。對，後來是什麼樣的？那個1949年不是新疆和平解放了，政協以後就49年10月1號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嘛。成立的時候呢，那就是說也看了一個新中國的欣欣氣象，這樣那個毛主席也覺得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因為我父親也是希望中國富強這樣，然後呢，毛主席就讓我父親還是管西北5省嘛。那時候彭德懷是主任，我父親是副主任，那個習仲勳是副主任，所以他們3個人在一起在西北，那我父親就覺得自己還是能發揮作用，那就很熱心了，很積極了，這樣，因為不曉得做什麼的時候，當然還是也在聯絡，就聯絡新疆怎麼解放，可是後來就等於是主任了嘛，是當
當領導了，所以就跟那個習仲勳跟彭德懷合作的非常好。因為原來他是那邊的人嘛，都是他管那邊嘛。对呀，可是後來又加了這個共產黨管了嘛。那我父親配合的很好，我父親這點很好。該他出面的時候他出面，因為原來都是他的人。不該他出面的時候他很懂事。哎，對。我父親不是一個真權真利的人。是的，是的，是的。他要真權真利，他有很多機會。你知道嗎？在國民黨的時候都有政學系了 ，CC 派了，對，各種派。你父親叫超然，他就不肯成立。別人說你只要成立一個什麼呢？黃埔校友會就行了，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學生，那你多厲害？他不肯承認。他不光是黄埔，他後來到南京也是军官学校校长。对啊，对啊，所以培養出来军官都是他的。对啊，他说只要你闹個校友會就行。對啊，他絕對。教導團，他絕對。教導師，對，還有他打仗813，打完以後軍隊是他的，他也可以把軍隊留着，他馬上把軍隊送出去，馬上把軍隊就退回去。這其實是有大智慧。對。也是因為這樣，我覺得蔣先生相信他，因為他知道他不會反他。你不想自己搞勢力，不想自己搞小集團，你一心就是為了國家，他有多少機會他不搞。所以蔣先生也知道他是一心的，就希望中國人別打中國人，希望中國能夠建設，能夠強盛。後來評軍銜的時候，曾經想過給您父親什麼樣的地位嗎？對啊，評最高的我父親沒要。最高是將軍，叫什麼？現在大將元帥。元帥要給我父親評元帥，因為元帥就是3級，您父親是3級幹部。對，那就是元帥。3級還是2級，反正是他的待遇是這樣的。待遇跟中毛主席是2級嘛？他2級，那我們就是3級，那父親3級。您父親3級，他是3級的待遇，可是那時候要評軍銜的時候要給我父親元帥，我父親婉言拒絕。如果要評，也只能評元帥。对啊，能评什么？我只想讓他評元帥啊，而且還找我父親借了所有的國民黨的那些徽章，做樣子。我們家都把所有他的徽章，他很多啊，都拿去給他做樣子，因為他不是也要給這個什麼元帥做這個嗎？1級8一勳章，還有什麼等等，解放勳章，對，那時候我還很記得。這個很有意思，勳章是找您父親借的。對呀，那我父親是覺得呢，我這輩子打仗，我是國民黨，打仗，那我不能再做共產黨的。作為軍人的氣節是有的，他不能再做。當然後來我們子女說，如果你是大元帥，那我們的待遇多好啊！大帥府是不是？可是我就我們孩子說着玩了。那他也是3級待遇，那跟元帥是一樣。对对。所以元帥是拒絕了。元帥。國民黨的級將有幾個評。而且陶世業就評了上將。對，陶世業是我父親下邊的嘛，那他還是軍人嘛，而且他起義以後他還是帶軍隊嘛，在部隊裡，所以帶部隊，所以我父親還是推崇他。對，所以您父親也幫了忙。這個評銜的時候，對，因為有幾位嘛，那這個陳明仁也評了上將，對，那不到您父親這級別就沒辦法評了，要不然就是元帥。對。新中國成立後，國內經濟日趨好轉。中央政府逐步完善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政級別評定及工資待遇的規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分為30個行政級，不同級別享不同待遇，其中1級只有極個別人，比如宋慶齡，而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袖則享受2級待遇。正部3至5級，副部5至8級，政局8至10級。依次往下，直到勤雜人員的30級，13級以上屬於高級幹部。此外，軍隊、企業、專業人員等不同系統也都有相應的級別和待遇標準。軍隊系統，元帥享受3級待遇，大將4級，上將5級，以此類推不等。亦有老一輩革命家高風亮節，比如大將許光達主動要求降級評定。最後10位大將9位評為4級，獨許光達評為5級，此舉深得毛澤東讚賞。文藝系統方面，冰心、張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評為文藝1級，梁思成、簡伯贊、馮友蘭、季羨林、林徽因、鐘敬文等被評為1級教授。文藝1級相當於行政8級。1級教授相當於行政6級。3級的待遇是什麼樣的待遇呢？因為我只知道6級的待遇，因為我們家是3級是就是原來您在重慶，
在西北，在南京是国民党时期的上将待遇，而且是嫡系上将待遇。后来到了新中國这個3級的待遇，這中間有什麼差別嗎？那在有些方面也沒太大差別。好比在國民黨的時候，家裡的這些工作人員是不是拿薪水我就不知道了，還是也許是我父親發薪水，這我不知道了。因為那時候國民黨呢，他是我父親有多少薪水，另外那時候就說蔣先生他採取一個辦法呢，就饋贈，他總是過年過節都要給你送一大筆錢，所以我父親也不需要貪污，然後我母親呢，因為她不識字啊，沒念過書，所以也不像別的太太，你先生不貪污，太太拼命搞錢，搞這個那個，他沒有，他也不會，所以呢，我父親呢就是很清廉的，就說也沒有說真有多少錢，好比在美國有沒有存錢，1分錢也沒有，這樣等等吧。也不搞別的東西，所以呢，這一點來說呢，那當然蔣先生也很知道，所以可能是經常是給他，就是饋贈。蔣先生是公私不分的，就是都是自己，然後給你。其實蔣先生自己可能也沒多少存款，我不知道是從哪來的。公司對這個我看過他日記，我也看過那些東西。蔣先生就說我需要這麼多錢然後給這個送，給那個送，對，然後等等。蔣先生確實有點公私不分，但是對自己的人確實是很好。對。建國以後呢，我先說原來住多大吧。原來的房子說實在的是自己蓋的，南京嘛，重慶嘛是租的房子呀，桂園嘛，對，那抗日戰爭時期不是買的，也不是什麼的，後來走了就還給人家了，那是桂園。現在成了毛主席重慶談判的什麼？對，一個展覽館一個展覽館了，這樣可是沒有以前那麼大了，以前比那個還大，後面大概有人就都蓋了房子了，那時候誰知道啊？就比較小了，以前還是竹籬笆，現在都變成是那磚的了。後來從重慶不就回到南京嗎？我母親呢，就是說在南京，就蓋了一個房子，蓋了一個很大的房子。有多大？那時候是我母親自己願意設計的樣子，就底下還是就是這客廳、飯廳1層樓，然後後面是秘書的地方，然後呢2樓呢是我父親，辦公室，父親跟母親住的地方，這都是他們的。3樓我們是6個孩子的，每人有一間屋。我大哥雖然在上海，可是還是有時候到南京來。建國以後呢？建國以後呢，那時候有很多房子讓我父親選，有一個是很大的房子，可是我母親呢不大願意去，因為那時候不是接收了嘛，所有大房子都变成大帥府了。对呀，我去過好多家，都跑掉了嗎？是不是？就是我父親願意要哪個都行。我們開始的時候是住在北總部胡同，就是原來梁思成、林徽因他們那個北總部胡同。北總部胡同，龍雲的房子。龍雲的房子。龍雲房子是個平房，也很大。那時候就先住在他們那邊。這個龍雲啊，也是當時國民黨起義將領中間的最高軍階之一啊，2級上將。起義以後，到了57年的時候，由於批評老大哥蘇聯反右的時候，被劃成最大的右派。文革前他去世了啊，在文革中間，他的夫人啊等等都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可是後來呢，我父親決定留下了以後呢，這房子還是人家的嘛，然後看了好多個房子，那個還有很大的房子，可是我母親都不喜歡。我母親呢，反正覺得這個房子死過人，她也不喜歡。那個後來呢，她還是願意怎麼呢？重蓋一個。我大姐是住在新開路38號，本來我們在38號也住了一下，我覺得她還住了不少時間呢。那時候我暑假什麼都在38號住，後來呢覺得太小，就讓我父親搬，我母親就不想搬，可是我母親想要不就在38號旁邊再蓋一個，蓋一個這樣兩邊可以通，所以呢就37號不曉得是誰的房就拿下來了，是一個四合院，國家拿下來的，反正那時候不曉得是誰的，我們就搬到那四合院了，四合院又住了好長时间。后来呢，觉得四合院是不是冬天还是有点冷什麼的，說是不是還是蓋一個小樓，所以就在那四合院的基礎上蓋了一個，蓋了一個也是我母親適合我父親的習慣的這麼一個，因為那時候哥哥姐姐們已經不在家了嘛，就我跟我小哥哥這樣，他們都大了，都結婚了，都不住在家裡了，就在那個基礎上，這邊是新開路，那邊是西總部胡同，就是兩邊之間全都租下來了，後面也有人
也有工作人員吧，很多。有多大呢？我是没去過您家，但是我去过，比如说彭真家，您肯定也去过很多次。有那个大吗？也是四合院里头有一个小楼。我觉得不是特別大，沒有彭真他們那個大。OK，就是沒有中共這邊的大帥府大。他不想要那麼大，反正他就覺得那樣自己住的舒服。他做人大副院長，那也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啊，屬於。其他的待遇呢，也按黨和國家領導人。不，那當然他比別人好一點了。因為他除掉拿這個薪水以外。那個周總理每個月還給他500塊，那時候500塊好像是很多，我的薪水才36塊，所以等於我父親是在那時候是最有錢的。那時候3級的工資也應該有500-600，大概300-400還是500-600？沒有，6級是360嘛。啊，這個我知道。啊，那也就500多吧。然後給他1倍的錢，每個月都送過來。那麼當然也花不了，就存着。然後呢，我父親這些朋友，像彭真啊。還有那個於新清，就是國務院事務管理局的局長，他也沒多少錢，可是他特別喜歡吃，他們幾個人總是在一起說這家有什麼好吃的，那家有什麼好吃的，就跑來說服我父親。我父親屬於一個比較純的、比較老實的這個男子，因為這樣，所以呢就讓我父親請客，所以呢就是他們經常每禮拜都要在。當時好像不是說家裡怎麼樣，我父親家裡的那個廚師也不錯，可是不能老在家吃，所以哪邊有個餐館有個什麼好菜，他們都要不斷的去吃，都是讓我父親請客。說明沒拿您父親當外人，這讓傅作義請客，那傅作義心裡就不高興了啊！你想，他們還是有那種說我是降將。不是，你們讓一個降將每天買單請客，這不太好。但是您父親不是降將，不是啊，降將是我統帥大軍。最後打不下去了，我投降。您父親還不是，他不是啊，所以大家沒拿您父親當外人，沒當外人，我都沒把我父親當外人。周總理也沒把我父親當外人。各方面，你看，好比說吧，他就跟我父親說，是不是把你房子讓出來，讓毛主席在那裡面，你是當自己人啊，對不對？然後說，哎呦，你的這個守衛有問題，還是讓憲兵來吧。所以他什麼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那追溯到更早的話，就是那個長山大火呀。長山大火。長沙大火是張日忠將軍一生最大的污點之一吧。1938年，張日忠擔任湖南省的主席。38年那時候正好是武漢也淪陷了啊，所以日軍就快打到長沙了。當時呢，中央政府是採取的叫焦土抗戰，就是不把物資留給日軍，所以要被日軍佔領的地方就實行這個全部燒光。長沙當時是確實蔣介石發來了電報給張日忠，說如果長沙失陷，勿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所以張日忠接到電報以後就做了各種各樣的準備啊。當時的長沙警備司令叫做封替，也是黃埔一期的學生吧。但是張日忠雖然在命令中說，第一必須在我軍由澠婁江撤退以後才能開始實施，第二是舉火前就放火前必須放空襲警報、緊急警報，讓所有的長沙群眾撤離離家之後才可以執行。但是大家知道當時戰亂過程中就搞得非常的混亂最後這個長沙大火起的時候就是沒有任何的預警到現在其實也有一些懸案，就是說到底是第一把火誰放的。因為本來是張日忠跟這個封替就是警備司令說是見到室內起火就是放火燒成的信號，大家就燒火為了放火，而且當時最可怕的是把所有的消防車裡的水都放了，換成了汽油。結果這火起來的時候是沒有什麼預警這個有幾種說法吧，有一種說法是這個傷兵做飯，然後燒起火來，其他人一看燒起火來就開始放火另一種說法是說這個電報的譯電員譯錯了，因為當時日軍已經打到了這個豫陽以南，離長沙其實還有250里的新牆河但是因為當時的國軍通訊困難，譯電員就把新牆河的牆字漏掉了，就變成了新河，就是日軍已經打到了新河。新河也是一條河，但離長沙只有12里，而不是250里。於是接到電報的這邊就開始放火燒城。當然了，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吧。
總而言之，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長沙市內就開始着火了。市內着火以後，然後所有的周圍已經準備好的軍隊就開始放火燒城，然後消防隊也出動，把這個高壓水龍頭噴出的汽油，然後把全城燒得火光衝天。大家沒有任何準備，燒死了很多百姓。長沙是當時中國1000年來保存最好的古城之一吧，然後就是付之一炬。因为当时在长沙有大批的大學呀，這個軍隊呀，以及大批的各方面的人士，所以目睹長沙大火的人特別多。當時周恩來就在長沙城內，葉劍英也在長沙城內，也是特別艱難才逃出來。當時陳寅恪也在長沙，陳寅恪的大批的藏書都在長沙大火裡燒毀了。郭沫若也在長沙郭沫若後來寫了詩有關長沙大火。所以長沙大火是一場這個中華民族的悲劇，應該說在戰亂年代長沙被毀掉的程度以至於在二戰中長沙和斯大林格勒廣島跟長崎一起被列為二次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之一。父親還背了很長時間那個然後呢，唯一的都是把警備司令槍斃了。唯一的周總理幫我父親寫檢討，寫什麼？別人有的落井下石的，還有就是說，這個長沙大火是我父親害周總理，就是說國民黨想把這個什麼共產黨弄掉，我父親怎麼會做這種事呢？對。可是後來周總理呢就特別幫助他過關唄。所以您父親是國民黨方面留在大陸的，第一是待遇最好，第二真沒拿他當外人，第三國民黨那邊也沒把他當成叛徒什麼。就那，所以是屬於已經是最好的了。對，而且這個文革受的衝擊也不是特別大。把他不是保護起來了嗎？所以這樣，哎，那我再說一個，那毛主席沒有把他當外人。你知道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就光請我父親一個人，好多照片，去多少地方？去武漢，而且還橫渡長江，船上就是我父親跟毛主席，另外還有那個軍區的司令陪着，陪着。我父親跟毛主席坐着，他們在旁邊介紹。然後呢，毛主席跳下水去橫渡長江，我父親不會橫渡，父親就在船上看着。然後那邊有一個船，就是保護毛主席的。讓毛主席覺得是自己人可太不容易了。毛主席連真的從井岡山開始跟着的很多都不覺得是自己人。對，這個李宗仁後來回來的時候，不行，他完全。李宗仁多想要您父親那位置，那個人大副院長。最後毛主席說：“我什麼都不給，錢可以給點。”李宗仁賣了一堆所謂的文物什麼就拿錢可以給點，但是什麼位置都沒給，這真沒當自己人。你跟李宗仁的2位太太也挺熟。對。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張治中曾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積極參政議政，為祖國統一出謀劃策，竭忠盡智。與此同時，流亡海外曾任國民政府代總統的李宗仁，則在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間，先後5次派程思遠到北京進謁周恩來總理，為回到祖國大陸做準備。終於在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潔衝破重重險阻，從美國回到北京。周恩來總理到機場歡迎，李宗仁在機場宣讀聲明，表示要為完成祖國統一做出貢獻。而在此後，毛澤東在中南海宴請李宗仁夫婦時調侃道：“德林先生，你這一次歸國是誤上賊船了。”李宗仁答：“我們搭上的這一條船已登彼岸。”在台海關係緊張的關口，李宗仁突然回國，不僅震驚世界，也讓曾同屬蔣介石部下的張治中陷入兩難之境。你跟李宗仁的2位太太還也挺熟。对，不，先是郭德洁嘛，郭德洁他們2人從那個美國迂回來的時候，首先就看我父親嘛，跟我父親說他怎麼回來的，怎麼假裝是幹什麼，怎麼然後又騙了他們的人，又從哪上飛機，然後等等，然後回来了。這樣回來以後呢，他也有他的想法，因為我父親是覺得呢，他跟蔣不是一路的，他是有點反蔣的，
你父親打仗就跟他們跪戲打，那時候內戰的時候。我父親呢，因為他比較忠於蔣先生的，所以呢，我父親那時候認為呢，國共就是台灣跟大陸要什麼的話，還是以國民黨為主，還是以蔣先生那個系列為主，還是想多跟那個蔣先生那邊聯絡，這樣。所以呢，他如果對這個李宗仁太好的話呢，影響那邊的關係，所以我父親對他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我父親一直在想什麼時候見他，因為他來了以後，他不在北京嘛，我們在北戴河，我父親一直沒想見他，並不是說你一來我趕快歡迎你，可是後來呢，大概中李毛主席說你不見也不是個辦法，這樣就派於右任的女婿到北戴河來，跟我父親說服，是國民黨的。國民黨原來我父親在新疆当主席的時候，他是烏魯木齊市的市長。後來呢，當然解放以後他也就過來了，也做這個事做那個事，因為他是屬於那個系統的嘛，所以就讓他來，讓我父親還是見他一下。他很會講了，当然也是周總理的這個意思了，就是說你怎麼也得見嘛，就是這樣。後來說見嘛，就在北京就見了，他們倆一塊來。後來國際在您家，您說他有什麼看法？反正就李宗仁跟他倆一塊在講了，這樣他覺得他已經在北京住了一段了，我父親才見他什麼等等，那他就覺得好像他是還是不太習慣，什麼這些事情。不喜歡共產黨。我覺得他好像不是太喜歡，反正李宗仁不說什麼。李宗仁当然不會說了，像李宗仁您父親這種千錘百煉的上將，誰會說？他不說，可是他那個郭德潔哇哇哇在講，我覺得挺有意思。他很直，他哇哇哇很有意思。後來他得癌不過世了嘛，後來有別人給李宗仁又介紹了一個，就是那個號稱是蝴蝶的女兒那個。哎呀，对呀，跟你熟嗎？蠻熟的，其實，不是李宗仁過世嘛，他讓我幫他介紹男朋友嘛，這樣，我還幫他介紹了，還結婚了什麼等等。介紹之前好像還跟你表姐的兒子還好啊？不是，反正哎呀，他比較爛，這樣。算了，別講他了。反正肯定不是蝴蝶的女兒。肯定不是，他就是那時候是一個護士，長得還可以，那別人給介紹說總得有一個人來照顧李宗仁吧。後來他當然也是跟我說了，因為李宗仁歲數已經大了嘛，他們都不睡一個床，都不睡一個房間。可是他就說他每天伺候李宗仁上床，跟他說說話，因為李宗仁還有氣喘。花邊的事兒就不說了。已經載入歷史裡面的那些人，還有什麼你覺得有意思的？國民黨方面的呢？宋美齡，宋美齡，對，抗日戰爭時期的時候，我覺得那時候常常見的是宋美齡。我真是覺得我那時候印象裡頭，只有解放以後才見宋庆齡。你沒見過宋庆齡？解放以前？我解放以前，我不知道什麼原因見過宋靄齡，可是宋美齡見的比較多。一個呢，就是最早還沒有抗日戰爭嘛，不在南京政府的時候嘛，每年夏天都去廬山避暑，那樣。他們住在這兒，我們住在那兒。那時候也常見，那時候倒有蝴蝶，蝴蝶游泳的。所以你那時候見過蝴蝶？我見過蝴蝶，反正她也是個美女，所以有這個印象。這樣，那個時候呢，宋美齡，她喊我母親喊大嫂。宋美齡比較尊重我母親，因為我母親呢是比較實在。你知道她那出身，宋美齡旁邊的一些人可能是花枝招展或者怎麼樣吧，反正不是那麼什麼，所以她很喜歡我母親。最主要的，他跟我母親請教，我母親兒女成行，你知道嗎？他是就請教，就說怎麼我母親兒女成行呢？请教怎麼生孩子？对，就這種事情，他只跟我母親問，他從來沒說跟別人問。我猜想啊，所以就常常也把我母親當自己人，那個跟他講這樣。後來呢，到重慶以後，抗日戰爭的時候，我記得的就是。宋美齡不是在美國演講啊，幹什麼事？每次從美國回到重慶，都給我們帶一大堆禮物，來看我母親。反正我也分到，還給我帶過項鏈，那時候還有緞帶，那時候大概重慶什麼都沒有吧，還有衣服什麼的。他就是每次都給我們送一堆，因為我們家姐妹多，所以呢，反正緞帶你也有，他也有什麼這些的，所以呢，這也是跟我母親不錯。另外呢。他很喜歡我大姐，因為我大姐是英國留學，我們家就大姐說英文比較大，我大姐比我20歲呢，你想想看，所以
我媽媽因為不是沒有念過書嘛，所以我父親就很重視我大姐送到英國去留學，所以英文也是很好。宋美齡喜歡講英文。對，我爸爸把我大姐喊回來的，本來她還要繼續念書，那我爸爸說抗日戰爭了，你得回來服務，所以她回來以後馬上就在宋美齡的婦女指導委員會下面工作。OK，而且我大姐呢又特別認真，英文又好，那时候英文好的大概也不是太多吧，這樣，所以呢，宋美齡也特別喜歡她，所以跟我們家也比較自己人這樣。後來建國以後也就都沒辦法聯繫了。啊，沒辦法聯繫了。後來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又回南京了。那時候回南京以後呢，我見他呢是在教堂。蔣先生跟宋美齡都去那個教堂做禮拜。那時候有個師母，戴師母，老是到我們家來講這個事情，對我母親也不錯，是個洋人，可是完全穿中國衣服。那我父親也去那兒做禮拜。抗日戰爭時期，我父親信的基督教。再後來你來美國，他還活着，在紐約的時候已經我没有，我覺得我沒什麼事情好找他。OK， 我也沒覺得要找他，這樣。對，所以宋美齡你後來一直沒見過，你反而見過張學良，沒見過宋美齡。對，張學良見過。對，我到那個好像夏威夷嘛，見張學良，見到趙四小姐。我覺得特別有意思。您父親應該大概是唯一的一個，就是蔣先生的時期，大家一起去廬山，蔣最愛去廬山嘛，去過幾十次廬山，每次都是。然後毛主席時期，大家去北戴河，您父親也是跟着每年都去北戴河。对，我觉得这個是太有意思。我想他應該是唯一的一個。你覺得這兩個有什麼不同嗎？感覺上，去廬山一堆國民黨方面大員夫人孩子，到北戴河是共產黨方面的一堆大員夫人孩子。我覺得沒多大區別，好像沒多大區別。大家也不談政治啊。我們小孩在北戴河的時候，我已經不是最小了，我就算大人了。他們那些孩子都比我小，他們晚上就在那個西海灘，講故事，大家都在一起沒事幹嘛。可是那時候我比他們大，我就不想參加他們。因為他們主要的都是延安時期結婚，然後再生的。對啊，當然有那個誰了，近平、遠平、喬喬，那時候他是小男孩嘛。這樣，我那時候算大人，我是跟大人跳舞。他每天晚上都有舞會。對，我是跟所有的這些那時候的官兒，什麼地質部的部長了，我還記得他腿不太好。金平他們、遠平他們不能參加舞會，不行，他們小孩，他們是小孩。哎，他們是在那個就是海灘上，也在一起，大家那個聊天。後來我跟他們聯絡不多的，我覺得很重要一個原因，我是在天津大學工作。我如果在北京工作，那就有更多聯絡。當然了，大家最後就各自的人生嘛。啊，对，那只是一段那個時候大家北戴河的美好回憶。對，可是他們還記得我這些小孩。是，那當然了，你大美女啊，你對那個這個舞會的 Party Queen 大美女，有追求你的嗎？沒有，我那時候還是小，而且我結婚很早，我結婚了，生了2個孩子，人家還都以為我還沒結婚呢。